天地苍穹，万物有序，气流对冲升降，冷暖抗衡交替，能量转换衍生出最熟悉的自然现象。风储量丰沛，取之不尽，无所不能。敬畏、接触、转化，从积水灌溉到阳谷冶铁，从围海造地到张帆远航，人类对风的探索从未停止。今天，人类依然崇拜风的力量，以前人不可企及的方式，竭尽所能开发这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中国，世界上最早利用风能的国家之一，从万里海疆到世界屋脊，风能正在为这个国家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绵绵不绝的透明动力。一天的时光在热闹的渔获交易中开启。刚从蓝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虾贝蟹，不到1小时就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而这座海滨小镇，为大湾区输送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阳江市沙扒镇以南26公里，海风劲掠，风机高耸。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中国首个100万千瓦级海上风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约47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户家庭1年的用电需求。澎湃的电能出自这片海域的269台风电机组。这个家族中的新锐力量是43台7兆瓦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让他们逐浪踏海的是一家身处四川盆地，却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风电制造企业。我们国家这个有很长的海岸线，海上风电资源有7亿多千瓦。总书记这个3060这个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们风电行业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国家每一年的这个清洁能源装机会超过1亿千瓦以上。叶轮直径186米，叶片总长91米，扫风面积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每小时发电7000千瓦时。刘世宏他们研发的7兆瓦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动力强劲，为整座风电场提供21%以上的发电量。然而，如果只注意到这些充满力量的数字，则可能错过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在风电机组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体型巨大的叶片实在难以低调示人。它是机组的心脏和动力来源，一个由外壳、主梁、副板、机体、芯材等组成的薄壳结构。叶片尺寸越大，捕获的风能越多。而要保证叶片在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运转，长达20年不断不裂，制造者必须为其寻找到能堪此任的特殊材料。
方形储存箱里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环氧树脂，风电叶片制造的关键核心材料，其性能直接决定着风电叶片的质量。风电叶片用的环氧树脂啊，这个东西就类似于我们做千层底的这个浆糊，这个材料在风电叶片来说是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这个产品是被国外这些化工巨头所垄断，我们立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经历了很艰难的几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科技可争大国未来。作为21世纪3大关键技术之一，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先导，新材料不仅是决定一国高端制造的关键因素，更是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风电叶片关键材料供应链的命门长期被欧美企业掌控，打破技术封锁与垄断，增强掰手腕能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20多年，中国风电叶片制造企业在必争领域后发先至，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长达672小时的试验已经开始，从一滴液态原料化身可供试验的固态样品，环氧树脂必须熬过漫长的深度测试，关卡20多道，只有一次性通关，环氧树脂才能有资格成为风电叶片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像功夫片里的闯关破阵。当量值测试结束，活性满足指标，流变性能测试完成，符合灌注工艺要求，在最基础的多道试验中，环氧树脂得心应手，表现不俗。紧接着，它还将在混合配比、真空脱泡、真空灌注、加热、固化等工序中完成进一步蜕变。当与增强玻璃纤维充分结合后，此时的环氧树脂从外在形态到内部分子结构已经发生颠覆性改变，转而成为玻璃钢复合材料。如果说这些只能算牛刀小试，那么接下来的测试堪比接受酷刑。力学电子万能试验机，工程师眼里的极限破坏者。他将穷尽其力，对环氧树脂施加破坏性力量，从而得出环氧树脂的极限拉伸强度等关键性数据。2毫米每分钟，拉伸速度肉眼难以察觉。当拉伸力逐渐升至40千牛，极限破坏者如愿以偿。然而，只是这样还不够。疲劳测试开始，这事关风电叶片的使用寿命。疲劳试验机以5赫兹的频率，分上下2个方向，在350至700兆帕的应力范围内，对环氧树脂实施循环拉扯。通常情况下，环氧树脂要经过上万次的循环拉扯，才能证明是否满足风电叶片材料设计要求。从3万元，8个人，零基础起家，到年产值超20亿元，风电环氧树脂市场占有率稳居中国前2。正是中国制造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韧性，不断走向卓越真实写照。今天，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速融合。面对新技术革命、新产业变革，科技自立自强既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中国制造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基石。根据这个气象的一个预测，本次出海窗口期大概有3天。进行电气作业前，要求断电、验电，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作业。清晨6点，运维作业班组准时登船出海。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将对43台7兆瓦抗台风型风电机组逐一进行检查维护。1周前，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暹芭正面袭击广东。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投运近半年的7兆瓦抗台风型风电机组面临严峻的考验。让工程师们欣慰的是，尽管暹芭威力巨大，但所幸机组没有出现叶片毁伤、整体倾覆、塔筒失效等极端危险工况。眼下，他们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作业窗口期，尽快完成灾痕清理，排查处理一切可能存在的故障隐患。来，一些过来，我们把那个发电机检查一下。好。首个接受巡检的是140号风电机组。固定在下部沉台上的柴油发电机是检查的重点。当台风来临，且风速超过机组安全设定风速时，柴油发电机将被激活，以确保机组正向迎风，从而降低后者承受的载荷冲击。之前，人们曾担心柴油发电机出现螺栓松动脱落、油料泄漏的情况。标记眼清晰，位移位，螺栓未松动。但检查的结果让他们长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工程师廖树佳已经登上了距海面91米高的机舱。在确认了机组变桨系统后备电源的电能储备完好之后，他继续查看140号机组发电机接地碳刷的磨损情况。当机组遭遇台风等复杂气象时，会被采取临时断电停机等紧急避险措施。而为了减少载荷冲击，机组叶轮会随风自由旋转，但如果转动过快，会加剧发电机接地碳刷的磨损。廖树佳的运气不错，包括发电机接地碳刷在内，机组所有系统和设备均保持着运行以来的优良状态。140号机组完美地扛住了台风暹芭的极限冲击。7兆瓦这个机型啊，相当于是一个新的机型，然后到去年的9月16号，最后一台雕完，12月16号全部并网。那么说，对于这一块，兄弟伙在现场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披荆向阳，逐梦深海。在全球绿色浪潮与双碳目标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海上风电蓝色引擎动力十足，装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海上风电产业链供应链已经风起城市。今天，在中国1.8万千米的海岸线上，中国制造自信地展示向海争锋的雄心。而在地球之巅，它将再次刷新世界对中国利用风能的认知。西藏自治区错美县哲古镇，一个并非常人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平均海拔近5100米，高寒缺氧，常年气温8.2摄氏度，
极端最低气温-18.2摄氏度。尽管气候复杂多变，但丰富的风能资源使这里成为中国首个超高海拔风电科研示范项目所在地。亚拉香布雪山，黑岩白雪交错，峰峦直插云海。群山之巅，人类史无前例的风电机组吊装作业即将开始。5号风电机组叶轮直径131米，单机容量2.2兆瓦。作为今天的挑战者，它将在工程师们的协助下，向海拔5068米这一世界风电安装新高度发起冲击。吊装车辆已经就位，直径4.5米的塔筒直立高耸，最关键的风机叶轮吊装开始。履带起重机伸出长臂，在轮式起重机的辅助配合下，将巨大的风机叶轮缓缓吊起。作业场面令人叹为观止，但危险近在咫尺。风机叶轮重达74吨，要将其举升至高100米的塔筒顶端，必须在平均8米每秒的安全风速下进行。工程师们深知风力骤然增大的后果，但问题不止这一个。风况变化特别大，窗口期就1-2个小时，超过了1-2个小时，咱们整个这个工程就停了，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就感觉心跳，我的心跳最高达到190。鹧鸪风电场，世界海拔最高的风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22兆瓦，10台机组中的一半来自四川。这种直驱式超高海拔风电机组，在年平均7米每秒的风速条件下，每年可输出590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然而，超高海拔地区大气压力及空气密度极低，平均只有沿海地区的60%。这会给风电机组带来推力严重下降、叶片失速等棘手的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对中国造超高海拔风电机组的最大考验之一。这个超高海拔的技术，它不是国内领先，它是世界领先的一个技术。这算是一个开发盲区，大家都不敢触碰这个区域。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有4000米海拔的设计经验了，所以说，只是说我们上到了5000米以上以后，我们有哪些关键技术要去克服它，我们要把这个梳理出来。极限挑战仍在紧张进行。2米每分钟，5号机组风机叶轮向预定高度稳步爬升，姿态逐渐从最开始的平行转为垂直。仅1个小时后，风机叶轮向发电机靠近。接下来，经过多次精准调整，风机叶轮终于实现与发电机的完美对接。长达5个多月的机组吊装结束，世界海拔最高风力发电厂顺利进入试运行阶段。今天是对机组开展例行巡检的日子。距地面95米的机舱里，工程师陈国强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出舱任务对他来说堪称命悬一线。检查测试机舱外的风速仪和风向标，是陈国强要完成的任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导致风电场时常遭遇强风甚至雷暴，增加了机舱外部装置受损的可能性。只有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才能保证机组正常运行。舱外天气晴好，但风力异常强劲。
10米每秒的风速下，直立高耸的塔筒不时出现轻微的晃动。12米了，13米了。稍微等会儿，先进来。10天后，机组将迎接严格的验收。陈国强希望每台机组都能保持最佳的状态，并顺利交付。但风场的气象实时监测数据提醒他，此时风况复杂，风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减弱，贸然出舱，万不可取。脚上容易踩滑，很容易就掉下去了。同事啊，还有店上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拍了一些我们出舱的，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是不会拿给家人看的。我们准备出舱，准备出舱。1个小时后，出舱时机终于到来。陈国强小心翼翼爬出机舱。平滑的机舱外部四周没有护栏，作业范围只有4平方米。陈国强唯一的安全保障是系在腰上的保险带。此刻，风速已降至10米每秒以内，处于出舱作业的安全范围。但迎面而来的风仍然裹挟着极强的撞击力。陈国强顶着呼啸的风，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争分夺秒依次完成了舱外设施的检查测试。海拔5068米，这是中国制造标注在世界第3级的地理新高度。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已完全具备超高海拔风电机组自主研发、制造和安装能力，实现了挑战5000米以上超高海拔风电无人区的历史性突破。天下之事一剑而成，从技术空白到领先全球，迂回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崛起之路，不仅使中国风电自身发生巨大蜕变，也深刻改变了世界风电格局。今天的中国，风电产业技术领跑全球，不仅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而且已形成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制造企业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大幅提升。世界能源革命如火如荼，势不可挡。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绿色已成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最亮丽的底色。